我离婚了，不是老公出轨，仅仅是因为他太忙了，而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。当我提出离婚时，王玉的表情难以形容的震惊。前一秒钟，他满怀兴奋地告诉我，他要被升为华东区域副总裁。后一秒钟，我愤怒地给了他一份离婚协议。我给他2个选择，一是签字离婚，二是他辞职不干。说实话，这对他很残忍，但我没有让步，我就要逼他，因为我不想一天到晚只见钱不见人。我不想每次夫妻生活都是匆匆结束，连个多余的拥抱亲吻都没有。这些年，他不是在出差，就是在出差的路上。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王玉的目光痛苦地看着我。这种生活我烦了，我不想过了。我脸上带着恨，眼神里全是控诉。对不起，我一定多抽出时间来陪你，我们别离婚好吗？他小心翼翼地哀求着。我抱着手臂，脸色冰冷，带着厌烦。我算过了，今年过了278天，你待在家的日子仅仅只有55天。请你理解我，我现在正在事业上升期，李总对我很重视。王玉激动地想要分享他的工作，可他一抬头，看见我面无表情的脸色，他立即住了嘴。他知道我在乎的不是他的工作有多好，而是他陪我的时间有多少。恭喜你，我冷嘲热讽地勾了勾嘴角。真的要离吗？王玉的眼眶泛红，他仿佛知道再留不住我了。我今晚住酒店，明天中午民政局见。说完，我拿起包冲出家门。我从提离婚到我拿到离婚证，仅仅1天的时间。王玉把房、车、200万的理财产品都给了我。他对我说：“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，我成全你。”我没有理他，坐到车里，拨通了表姐李香的电话。姐，我和王玉离婚了。姐相信你离了王玉，一定能找到更好的。表姐在那端安慰我。她把房子、车子和存款都留给了我。那端的表姐惊讶之极：什么？都给你了？她愿意净身出户。她留了一套市区的小公寓落脚。这本就是他该给你的，他浪费了你几年的青春，你值。表姐继续安慰我。随后我接到了公婆的电话，他们很想挽回我，可我无法答应他们。说了几次，他们知道我离婚的心思坚定，就不再打扰我了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身边亲戚朋友都羡慕的人，恢复了单身生活。我爸妈在第3天得知之后，冲过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母亲骂我有福不会享，父亲则沉默地抽了一包烟，最后来一句：只要你不后悔就行。我送走了父母亲，我想，我绝对不后悔。离婚第4天，我收拾行李，立即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2个单身女性朋友去了海边度假。我想要找回自由的感觉，我开始和朋友去酒吧、泡夜店，这些都是王玉曾经不许我去的地方。我疯狂的举动，只为忘记前夫。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可当我潇洒半个月，回到和前夫共度的豪华大平层时，却让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。我坐在客厅打电话和表姐聊天，表姐立即约我出来吃宵夜。星宇，你还想他干什么？从结婚到现在，他陪过你多少天？夫妻哪能过成你们这样？你们现在是没孩子，有孩子后你就知道，养孩子就成了你一个人的事情。他做个甩手掌柜，在外面潇洒快活，身边还围着各种各样的女人。你呢？生完孩子你身材走样，带孩子你熬成黄脸婆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就应该找个我老公这样的，他就算工资不高，可他会洗衣做饭，所有时间都陪我，我们一起买菜，一起散步，一起接送妞妞，这才是夫妻生活。而不是像你空守着那么大的房子，养只猫有什么意思？我喝着闷酒，听着表姐的话，我承认我和王玉离婚，就是因为从表姐这里听到了另一种幸福，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生活。我羡慕向往，我一直在期待我和王玉也过这种生活，可1年来他连陪我逛商场都是匆匆忙忙的，他把工作时间排得满满的，唯独没有我这个妻子的位置。表姐的话让我再一次坚定了内心，对，我不想再活成一个怨妇，我愿意做墙外自由的野猫，也不愿意做笼内的金丝雀。我以为我有很多时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可我却无聊地发现我没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。我想工作，表姐说她那栋写字楼在招财务，我想着自己的专业可以去碰碰运气，虽然我目前不缺钱。表姐是个很优秀的人，她现在在一家电梯公司做销售组长，非常能干，长得也大气漂亮，从小到大我们一直亲如姐妹。我来到表姐的电梯公司，她没在办公室，我便去了一趟洗手间。坐在格子间里，突然听见门外进来的员工提到表姐的名字，他们聊着她今天开会的时候看到香姐的左脸有些肿，像是被打了。我也看见了，她老公这次打得可真狠，也不怕毁她的容。香姐怎么不报警啊？为了孩子忍了呗。我坐在格子间，心头震惊，表姐被家暴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半年里，表姐在我眼里可是一个被宠上天的女人，她有幸福的家，听话的女儿和关怀备至的老公，怎么可能被家暴？10分钟后，我坐在表姐的办公室，她没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我仔细打量她的脸，左脸果然肿了起来。姐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下意识地问。别提了，
过敏，吃海鲜了。表姐一边说，一边抚摸了下脸。下次再不敢乱吃了。我错愕，一时不知道该信谁的。那员工说这是被家暴的，可我没敢问。我去了那家公司面试，由于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我当场被拒了。我自从嫁给王玉，他便让我安心做个全职太太，不用操心赚钱的事情。所以我毕业3年，结婚2年，除了在校打工的那些经验，我没有大公司的工作经验。坐在表姐公司旁边的咖啡厅，我正在懊恼结婚这2年浪费的时间，表姐突然问我借钱。她问我手上有没有30万，表姐夫想和人合伙开一家餐厅，急需要一笔启动资金。我虽然有钱，但我没胆子借这么多，但毕竟是表姐，所以我只答应借10万。说了一番后，表姐立刻变了表情，冷着脸问：你不是有200万理财资金吗？能不能提前取出来？我一怔，我没想到表姐会这么坚持要我借钱，我只得骗她说这钱在王玉的账户上，我目前取不出来。我知道让表姐失望了，可我真的不想借这笔钱。自从嫁给了王玉，我就对钱没什么概念，小钱不缺，大钱也有，豪车也开着，豪房住着，我的生活非常富足。现在离开了他，我才知道钱真难赚，而且身边有太多的人因为借钱而闹得老死不相往来。我开车回家，路上我一直在想，到底表姐的脸是被家暴的还是过敏的？如果是因为家暴的，表姐为什么一直向我传递她嫁了一个好老公？可那员工的话也一定不是空穴来风，听他们的意思，表姐被打不是第一次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结婚照，第一次心里有了后悔，我为什么轻易就把婚给离了？3天后，我再次接到表姐的电话，她说她认识一个非常好的男人，想要认识我，对我非常感兴趣，约我中午吃饭。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拒绝，可表姐连续几个电话打过来，在电话里描述着那个男人如何上进、有担当，如何优秀，一定要把他介绍给我不可。好像他的意思，我如果不见，我就损失大了。迫于无奈，我只能答应了。我想，表姐只是希望我重新振作，寻找幸福。虽然我没有打算找下一个，可我来到餐厅，看见表姐口中那个能干帅气的小刘时，我心里的落差真不是一般大。30出头，一张微胖的圆脸，长相、身材、衣品、谈吐举止和我前夫差了好几个等级。我知道不能瞧不起人，可我真的对他没兴趣。饭桌上，这个男人对我表示非常大的兴趣，还硬要和我交朋友，要联系方式。表姐送我回家的时候，一直夸这个男人如何好，她故意忽略他的外貌、长相、衣品和能力，挑着其他的优点说。不知为何，这顿饭改变了我对表姐以往的认知，同时我也意识到一件事情，表姐跟我的3观和审美是不是不宜在一条水平线上。就在这时，表姐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，笑着喊了一句：老公，怎么了？安静的车厢里，我听见表姐夫不高兴的声响，表姐立即哄道：没有，我和星宇在一起呢。我虽然听不清表姐夫说什么，但我听见他拔高的声调，而表姐继续哄：好了，我就在路上，马上就回家，回去给你带条烟吧。不说了，那端的表姐夫说了什么？我听见表姐脱口而出：你一直不是抽23的玉溪吗？怎么要抽中华了？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，那端表姐夫又在解释什么？表姐不耐烦道：行行，给你买。说完，他就挂断电话。当他发现旁边的我，他神色明显怔了一下，笑骂道：瞧瞧你姐夫这人，这烟一直戒不掉。我总说抽烟有害健康，他就是不听。我笑笑不说话，可内心的某个弦绷断了。表姐一直和我提的幸福人生，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她真的和表姐夫如胶似漆，恩爱非常。表姐夫真是得每天回家洗衣做饭，包揽一切家务，还会给他泡脚捏肩，端茶倒水。这些都是表姐亲口跟我说的。半年前，我因为王玉每天不回家，满心埋怨和委屈，时不时和他吐苦水。表姐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讲述她的婚姻生活。那个时候，她的婚姻生活就是我向往的。表姐从一开始的劝说，到渐渐的和我一起埋怨王玉，替我抱不平。我感谢一个站在我这边，感同身受我痛苦的人。这种痛苦和朋友说怕嘲笑，只有表姐能诉说，因为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亲人。可此刻，我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出质疑，到底表姐的生活是不是真如她所说？我立即想到一个验证的方法，想要知道真相，只有生活在那个家里的人才知道。而我想到了表姐4岁的女儿妞妞。第二天，我和表姐说想她了，想带她去吃蛋糕，表姐当然一口答应了。我舍得为她女儿花钱，我买的衣服都是品牌店的，她很喜欢把女儿交给我。我去幼儿园接到妞妞，便带到一家蛋糕店，我点了她最爱吃的甜品。我假装自然地问妞妞：你们家里谁煮饭啊？奶奶呀。妞妞想也不想地回答：你爸爸是厨师，他回家不做好吃的给你吃吗？我爸爸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玩手机、抽烟、打游戏。妞妞一边说一边还不高兴。那你爸爸爱你妈妈吗？妞妞想了想，摇摇小脑袋：爸爸不爱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总吵架，妈妈凶爸爸，说爸爸好吃懒做，而爸爸一生气就会打妈妈。妞妞的话就像在我内心里扔下一个炸弹，把我炸得脑袋空白。
表姐对我一直以来的话都是骗我的，她口中的幸福生活都是谎言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对她有什么好处？我浑身颤抖着，思索着这个问题，直到我脑子里出现了我妈一句话：你姑姑上次说香香什么都好，就是嫁的没你好。现在流行一句话，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是怕你富，嫌你穷。表姐难道因为我嫁得好，她嫁得不好，所以她便要摧毁我的婚姻？我承认我离婚，表姐功劳很大，因为她展现了一个完美的婚姻给我看，让我对我和王玉的婚姻产生了巨大的失望。可真相却是，表姐的婚姻一败涂地，她嫁的男人又穷又懒还家暴。再看看王玉，他除了没有时间陪我之外，他没有什么缺点。他温柔体贴，浪漫大方，除了不给我时间，他能满足我一切想要的。我在送妞妞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心充满了愤怒，我心寒战栗，不敢相信最亲的人却用那么恶毒的心思对待我。我崩溃地在方向盘上大哭。这一刻，我疯了一般想王玉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挽回我的婚姻。我赶走了我深爱的老公，我用我的无知葬送了我的婚姻。老公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痛苦的道歉，悔意如潮水将我淹没。我抓起手机，拨通了王玉的号码，我想听他的声音，疯狂地响。可是回应我的却是无人接通，仿佛上天都在惩罚我的愚蠢，就连我自己都想给我2巴掌。我自私自利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却没想过前夫在外面的辛苦奔波，他一直为这个家付出，而我却毫无感激，还埋怨他没时间陪我。表姐一开始就居心不良，而我一错再错地听信她的话，抹杀了王玉对家庭的一切付出，一味地放大自己的痛苦。现在想想，嫁给王玉，我比任何人都幸福。他疼我惜我，不让我风吹雨淋，更避免我接触职场险恶和黑暗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我想说的就是我这种人。我一遍一遍打前夫的电话都没有接听，仿佛他从我的世界上消失了。我打他助理的电话也没有接，我的心也跌落冰窖。我想，就算他这辈子不理我，不见我，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我活该。谁让我作死？我终于想到一个人，那是老公的同事，我上次保存过他的号码。我拨通了这个叫梁琴的号码，5秒之后，那端传来自信的女声：喂，哪位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尽量让声音自然。你好，我叫林星宇，我是王玉的妻子，我想问一下，他在公司吗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你已经是他的前妻了吧？我心虚的脸色发烫，我闭上眼睛承认，对，我们离婚了，我有急事找他，他在公司吗？王总最近不在公司，在国外谈项目，他应该带的是公司配的电话，没带私人手机吧？能不能把他公司的手机号给我？我恳求。公司号码属于私密的，不能给外人，不好意思，我正忙着。说完，那端就挂了。我心脏发出了几秒尖锐的疼，我伸手捂着，眼泪却滚了下来。第二天，我就去王玉的公司，拦到了我老公的一个男同事，在我恳求下，他告诉我，王玉这个周五回国。我怀着满心的激动和期待等着。我中午一早就来到了他公司附近，我想10点左右去公司找他一趟。我要向他道歉，我要向他忏悔，我更想要挽回我们的婚姻。10点，我走进王玉的公司大门，一位女助理立即叫住我：“你找谁啊？”“你好，我找王玉。”我微笑道。“你是王总的前妻是吗？”“你稍等一下。”这位女助理立即拨通内线。我以为是通知王玉的，便兴奋又带着急促不安的心情在旁边等着。蓦地，我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我忙惊喜地抬头。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女人朝我走来，30出头左右，浑身散发职场气息。王总在开会，林小姐，请这边等。我跟着她走到一旁的休息室，对面的女人一边打量我，一边坐下来。林小姐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周娜，是王玉的同事，同时也是他现任女朋友。她的介绍令我如遭雷击。你说什么？我脱口质问。谢谢林小姐把王玉这么优秀的男人让给我，她口气中全是瞧不起的意味。不可能！我站起身，像个疯子般低吼。你一定在骗我，王玉不可能在3个月之后就爱上别人的，不会的。林星宇，离婚是你提的，王玉几乎净身出户离的婚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想吃回头草？你要点脸行吗？他骂我，我要见王玉，他在哪？我双眼死死地盯着这个女人，她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。周娜皱了皱眉，她长得不算漂亮，甚至比我年纪大，可在她面前，我不但有危机感，也令我心头发慌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和王玉已经在一起，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切该发生的事情。周娜的目光有些得意地看着我。如果你在公司纠缠他，我会立即让保安过来，请你离开。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我不知道哪来的盲目自信，可我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必须要亲口问王玉。我冲出休息室，朝王玉的办公室冲去。他不在办公室，我又朝会议室的方向跑去。我看见紧闭的会议室门，我二话不说推门进去了。会议室里坐着一圈人，而王玉坐在为首的位置。他看见我，有些震惊错愕。星宇，你怎么来了？星宇，我的心狠狠揪住。自结婚之后，他就只叫我的爱称，叫我雨。
而不是星宇。王玉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我眼眶发红，恳求地看着他。王玉站起身，朝我道：去我办公室说。一路异样的目光看着我。我进了王玉的办公室。王玉关上门，先是打量我一番，又看了一眼腕表，有什么话抓紧点说。我在开会。我突然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里，紧紧地环住他的腰，哭着出声：王玉，我后悔离婚了，我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我们可以复婚吗？我的手被王玉扳开，他扶着我的肩膀，目光有些疏离。星宇，别这样，我们才离婚3个月，3个月不多，我们的感情还在是吗？你肯定还爱我的。我眼泪滚下来，眼前的男人多么的熟悉啊！3个月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对不起，我们回不去了。王玉的目光看着我，还和我道歉。你是不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？我感觉心如刀割般疼。王玉看着我，沉吟了一句：你见过周娜？他说你和她在一起了，是真的吗？我痛苦质问，竟还有一种被背叛的强烈痛苦。明明我和他离婚了，可在内心里，我依然觉得他是我的。王玉叹了一口气：是，我和他在一起了。星宇，我们都重新开始生活吧。不要，我不要离开你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和你离婚。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你。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，我们才能回去？我疯了一般的教导。我想大声地告诉他我有多爱他。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，你回去吧。王玉有些无奈看我。我的爱在王玉眼里已经不具任何意义了。就在这时，周娜推门进来，朝王玉道：视频会议开始了，你去会议室。我招呼林小姐。王玉伸手拍了拍周娜的肩膀：交给你了。王玉走了。周娜的目光有些泛冷地看着我。你如果要还真喜欢王玉，就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。我看着周娜，是带着恨意的。我觉得他勾引了王玉。你把他还给我。我扑过去，死死地扣住他的手臂。周娜像是听到笑话似的看着我，有些厌烦地甩开我的手。你当王玉是什么？是没有感情的商品吗？还给你。呵，我告诉你，想要我把它还给你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是你自己离开，还是等保安来赶你？周娜冷冷地看着我。我没打算闹王玉的公司。我心如死灰地回到车上，整个人崩溃的大哭。强烈的悔意把我淹没。王玉有了新欢，而我却走不出来了。我不死心，在公司门口堵王玉，我想再见他一面。可我没等到他，我知道他一定从地下停车场直接离开了。我立即开车去他在市区的一座公寓，那也是上次离婚时他唯一留给自己的财产。我想他可能会在那里落脚。我就像个幽灵一样等着他出现。可整晚那间公寓都没有亮灯。我的心被什么划伤了？他若不回这里，那他会去哪里？他是不是和周娜在一起？我心疼到不能呼吸。我就在他公寓楼下等了一夜，我实在累极了。回到家里，我瘫在沙发上，心如死灰。我该怎么挽回自己的婚姻？我很清楚，我爱王玉，哪怕他有了别的女人，我依然疯狂地爱他，想他，不想失去他。我甚至依然觉得他是我的男人。睡到傍晚，我睁开眼睛，窗外昏暗一片，我有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无助感。我拿起手机拨通王玉的电话，我想听听他的声音。喂，王玉接了。是我们可以见个面吗？我恳求地问。星宇，别再打电话给我了。别挂，求你别挂，和我说说话好吗？我几乎在哀求他。就在这时，王玉的手机里传来一道女声：林小姐，我们正在晚餐，请别再打扰我们。把手机还给王玉，我怒吼一句：我讨厌周娜，讨厌至极。在我眼里，她就是一个狐狸精。阿玉，告诉她你爱我。周娜娇媚地问。娜娜，别这样。王玉有些无奈。我知道电话是处于免提通话之中，我发疯似的大叫一句：王玉，不许爱他，你不许爱他，你是我的老公，你是我的。我疯狂的吼声刚落，听见王玉没什么感情的声音：星宇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王玉，不，你爱的是我，你忘记你爱我了吗？我崩溃地朝电话喊去。我曾经爱过你，现在我心里只有娜娜令人心碎的声音，透过电话击打在我的心脏上。林小姐，听到了吗？阿玉现在只爱我，你纠缠他没有任何意义。周娜的声音说完便挂了。整个空旷的大厅里只有我嚎啕的哭声。我好恨我自己的愚蠢，恨我作死了我的婚姻，赶走了我深爱的男人，把他推向了另一个女人的身边。我虽然也恨我表姐李香，可我更恨我自己。我冷静了几天，人在疯狂的边沿是没有理智可言的。我去找我曾经的公公婆婆了，我在他们面前哭着想要挽回和王玉的婚姻。我知道他们是我们曾经相爱的见证人，他们一定会帮我的。星宇，这件事情我们帮不了你。小玉上周领娜娜回家见我们同意他们在一起了。我没脸再求他们，因为他们也曾经求过我，让我不要离开王玉。我现在还记得自己那个时候有多冷淡，让他们不要再打扰我，真是报应不爽。我狼狈地开车回家，在路上突然车胎发出了叮叮声，我知道扎轮胎了。以前一切有王玉替我搞定，现在一切只能靠我自己。我更没脸回去见我爸妈，我不怕他们骂我，我只是怕他们看见一个痛苦不堪、狼狈如疯子般的我。
我开车去了修车厂，大概看我是女人，又是新客，他们修完车直接开价500多，我有些生气质问为什么这么多钱？小姐，你是想赖账啊？这个老板有些嚣张地反问我。我知道王玉一直在我小区附近这里补胎，以前明明只要150，我还是付了钱。开车离开的时候，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，我曾经在王玉的身边活得多么自在安心。我身心俱疲地回到家，明明我已经饥肠辘辘了，可我什么也吃不下，我感觉整个人都透支了。我在家里躺了3天，每分每秒都是在回忆着和王玉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宠我的样子，他对我笑的样子，他亲了教我语的声音。我想他的拥抱，他的亲吻，想他每次出差回来急急抱住我回房间的样子。可这一切再也不会发生了。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，我的眼睛出现了短暂的视线模糊，我想再哭下去，我眼睛肯定要坏掉。越是回忆，我越是盲目的自信王玉还爱我这件事情。我不死心，我还想去他的公司找他，而且我比周娜漂亮这一点更令我自信加分。事隔10天，我再次来到他的公司里，我开车到了地下停车场，把车停在电梯口。终于让我等到了。王玉牵着周娜的手出来，他们亲了的打闹着，周娜揽着他的肩膀撒着娇，而我坐在车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。他们的车就在我对面，灯光下驾驶座映得清楚。周娜坐在副驾驶座上，轻身就抱着王玉亲，王玉捧着她的脸，热烈地回应她。这一切看在我的眼里，刺疼着我的心，我极度的发疯，握住方向盘的手关节泛白。叔弟，周娜伸手去钻进王玉衬衫下的锁骨处，王玉立即捉住她的手，放在嘴里亲了一下，像是叫她不要闹了。周娜像是捉弄成功得意地笑着，直到他们开车离开。我坐在车里，心脏闷疼得喘不上去来，尖锐的疼意一阵一阵的。我就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不该亲眼看这一切。我想找一个和王玉单独见面的时间，避开周娜。我承认我自私的想要用一些招数挽回她。我在等这个机会，我依然不相信王玉会突然不爱我了。这段时间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，先是喉咙疼，胸口闷，我不得不先去医院检查身体。当我拿到结果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吓住了。我得了桥本氏甲状腺炎，医生开了药，也让我尽力注意情绪管理，特别是不要生气，要保持心情愉悦，先吃一段时间的药，等1个月后复查。我的心情几乎低落到了极点，愉快的心情早就离我而去，只要想到王玉，我整个人都是痛苦的。如果王玉一天没有回到我的身边，我就一天无法快乐起来。我突然有些卑鄙的想用装病这一招引他过来看我。我发了一条信息给他，我病得很严重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？我在家。你怎么了？得了什么病？果然，王玉的语气里透着关心，这增加我的自信。我检查出桥本氏甲状腺炎，挺严重的，可能要转移淋巴癌。我故意把病情说得严重一些，吸引他过来。好，我过来看看你。王玉答应过来。我躺在床上，整个人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我找到一个和他独处的机会了。我起床收拾自己，换了一件性感的香槟色睡衣，还精心地化了裸妆，遮住我苍白失去光泽的肌肤。坐在镜子前，我还轻轻地喷了一点香水，涂上淡淡的口红，令我气色动人。我承认我很心机，可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因为我想换回他的心，换回他曾经对我的爱意。我发了一条信息过去，门密码没改，你自己进来吧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听见密码门锁开启的声音，我开心的就想先被下床去迎接他，可我必须躺着等他过来。终于，脚步声走到了主卧室的门口，我听见王玉的声音：“星宇，在房间吗？进来吧。”我朝他道。王玉迈步进来，他身上的西装时尚又透着优雅。他是一个连店门都忙到没时间踏进的人。他身上的衣服以前都是我买的，可现在他身上的衣服是谁买的？是周娜的眼光。医生怎么说？他站在我床前，隔着半米远打量我。我故意坐起身，深 V 的领口处，我露着春光。我抬头看他，医生说，只要好好吃药，可以控制，也可以痊愈。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一个药罐子。那你好好听医生的话，把病治好。王玉朝我道，就像朋友间的相处模式。我想喝杯水，我朝他道。他起身出去倒水了，没一会儿，一杯温水端在床头柜上。我指向墙面上的婚纱，笑道，还记得拍婚纱照的时候，你背我跌倒在海水中的事情吗？我们都呛了水，你还说我选的这套衣服太露了，现在看的确太露了点。王玉没看照片，只是看向我。星宇，很抱歉，我只是来看看你的，如果你没事，我该回去开会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走。我急了，掀开被子从床上快步下来，一把自身后抱住了他的腰，紧紧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，像以前一样唤他老公别走。明显王玉的身躯绷紧了一下，他朝我道，别这样，我不要你离开，我知道你还爱我的，就像我爱你一样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一团糟。上次我去补车胎，还被老板坑了钱。没有你，我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，我就是个废物。我需要你，我齐声叫道，尽可能的装软弱，我想惹起他一丝吝惜之情。
天知道我有多渴望他回到这个家，回到我的世界里。我想他想疯了。我听见王玉的叹气，我抱紧他腰际的手被他用力掰开了。星宇，你终有一天要学会处理事情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长大，你也一样。依赖别人不如靠自己。可我不想听，我拼命地摇头。我不要，我要你，我只要你，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我。我控诉，当初说不要就不要的人是你。王玉声线冷静反驳我，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重新回到我身边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给你生2个孩子，你说生几个就生几个。我眼泪哗哗，我知道哭很难看，可我止不住的悲伤。我和娜娜要举办婚礼了，她突然说，就在这个月底。我急喘了2声，不敢置信听到这个消息，她要结婚了，她要成为另一个女人的老公了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她拿起一看，温柔接起道，娜娜怎么了？我现在就过来接你。挂了电话，王玉有些同情地看着我，星宇，你让你爸妈过来照顾你吧，我不方便再过来了，夫妻一场，我也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。我喉咙如灼烧一般疼，我说不出话来。她有我漂亮吗？她有我爱你吗？我哑声问。我相信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女人了。她的确没有你漂亮，但她爱我，我也爱她。王玉的目光闪了闪，像是在回忆。在我们离婚那一周，我的确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刚到国外就生了一场重病，进了 ICU， 是他不远万里跑到国外照顾我，他自己水土不服，却依然没日没夜地陪着我，直至他自己倒下了。我脑海里想到那一个星期，我正在为解放婚姻而庆祝，我自由潇洒，我带着他的钱去了海边度假，我正努力地忘掉他，可他却在国外生了重病，进了 ICU。 我的心里难于言喻的内疚感涌上。王玉继续道，就在那几天，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感情，我发誓我要爱他一辈子。我知道他可能无法接受我这么快爱上别人，但我真的很爱他。王玉说这一切的时候，目光里流露着温情，就像他曾经说爱我一样，那发自内心的深情从他的眼神里流露。我的心脏无形地被狠狠扎了几刀，不见血，却深深见骨。你仅仅只是感激他，并不是爱他，这不是爱。我僵硬地回了一句，感激和爱我还是分得清楚的，我既感激他，也爱他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感到很放松和愉快，我觉得她是最适合我的女人。王玉的目光充满笃定，我声音哑了哑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知道这个男人的心，我就算死在他面前也挽不回了。他不属于我了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。和他离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一件事情。我该走了，答应陪他去挑婚鞋的，他在等我。说完，王玉迈步离开。我没有留他了，我知道留不住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又回来了，我的心急跳一下，就看见王玉出现在主卧室的门口。他指了指墙上的婚纱照道，这个挂着也没有意义了，你可以选择烧掉或者扔掉。我的心再次如坠冰窖，我看着婚纱照，固执地朝他道，我要留着。王玉皱了皱眉，没说什么，离开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闭上眼睛，眼泪如珠滑落。1个星期后，我接到了周娜打来的电话，她在那端说了一句，林星宇，我和王玉月底结婚，我知道你不会来，可我还是要通知你一声。我哑了半天，才艰涩出声，恭喜。对面的周娜明显怔了怔，你是真心的？我没说话，因为我当然不是真心的，可我只能接受现实，在这场破败收场的感情里，给自己留最后一丝尊严。我的病情因为心情的原因，一直得不到好转，半年后出现了一个肿瘤，需要尽快手术，还好是良性的。那几天手术，我爸妈陪着我，我躺在床上，脖子上缠着手术后的纱布，我闭上眼睛，不忍心看我父母的脸，还有他们因为担心我而焦虑熬出来的白发。我太不孝了，这一场病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也令我看清楚前路。就算我不为自己活着，我也要为我爸妈活着，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熬白了发，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。3个月后，我再次去了一趟医院。就在我走向电梯之际，我突然看见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眼熟的让我一眼认出，是王玉。他陪在周娜的身边，而周娜在有人挤过来的时候，她下意识地护住了肚子。她怀孕了。王玉在进电梯时候，小心地揽着她的肩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她，那份爱意自然流露。就在他们转身面对电梯门之际，我慌乱地躲进了柱子里，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。电梯上去了，我才赶出来。有些可笑自己的行为，可我害怕被他们幸福的样子刺伤。王玉始终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。番外，1个月后，我们整个家族知道了一件丑闻，我表姐李香出轨公司同事，被她的老公净身出户赶出家门，听说还被打断了一根肋骨。我想，我表姐永远不会知道是谁跟踪了她开房，是谁录了视频发给了她的老公。是我在她的包上装了针孔摄像头，是我把她出轨的丑态发给了她的老公。当她找到我哭诉现状的时候，我佯装安慰她，她向我借点钱做生意。我告诉她，我自己还背了一身的债，我反而向她借钱。我说我要手术开刀，还要10万，问她借。
他渐渐地不再出现在我眼前，他怕我借钱，而我只是讨厌看见他罢了。我接下来会去陌生的一座城市，去找一份工作，稳定的赚点钱给我爸妈养老。王玉的身影一直在我心里，只是我不再向谁都提，也不会轻易诉说这段婚姻，我更不会去打扰他的生活。我想这辈子不会再遇上比他更爱我的男人，我也不配再被爱。5年后的一天，我母亲做了一场小手术，我从外地赶回来照顾她。我打算带她到市区中心的商场逛街散心，顺便买衣服。经过城市中央公园，我妈提议进去走走，我现在多的就是时间了，我陪着她进去散步。已是入夏的天气了，公园里百花争艳，空气也飘着新鲜的青草香气。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公园游玩，草地上一块块铺展开来的野餐垫上面，全是幸福的一家人。我看着他们，充满了羡慕。我年纪也不小了，33了。我爸妈很久前就开始劝我找人结婚，我每次都答应的好好的，可却始终都独自一人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大草地那边有几个放风筝的人，我听见一个小女孩大叫着：“爸爸，爸爸再高一点！”当我看见那个父亲努力地扬着手中的风筝线，我的心猛地镇住了。是王玉，他穿着一套休闲运动装，还是那么俊朗帅气，岁月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。他的女儿扎着可爱的马尾，在他身边笑着闹着。他没有看见我，他蹲在地上教他女儿如何放风筝，那么的细心温柔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一个跌跌撞撞的身影从一块野餐垫上跑来，朝王玉跑去。王玉察觉到了，立即伸手扶他到怀里。那是他的儿子。我看见野餐垫上的周娜，她没变，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，衣着打扮极显气质。从他们一家人身上，我知道他们物质宽裕，家庭幸福。如果当年我没有提离婚，会不会现在周娜的角色就是我？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，没有如果。我收回目光，眼神里只有羡慕，没有嫉妒。我带着母亲离开了。1个星期后，我回到公司，投身自己的岗位，忙碌充实，也孤独。